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狂扇自己几巴掌，并且打得越狠，笑得越开心。原来上一世他是骑士集团继承人候选人之一，却因为一次竞标失败导致被踢出家族。最后在堂弟的建议下，用尽所有资源将堂弟送上总裁的位置。可谁想他对堂弟掏心窝子，堂弟却对他掏刀子，反手就把他打了。等他在睁眼时，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竞标的前3天。为了确定自己重生的真实性，所以才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老子竟然真的重生了！齐明，看我这一世弄不死你。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3天后的竞标，不然又要跟前世一样玩了。齐燕看着眼前关于国际港口建设的方案，不断思索自己上辈子竞标失败的原因。不对啊，上辈子每个环节我都盯得死死的，不可能会出问题啊！唯一会出现变故、被人动手脚的，就是提供方案思路的那家海外咨询公司。难道这公司有问题？齐燕想到这，立马拨通了自己大学室友纪林的电话。纪林，帮我查个海外公司，叫万海咨询有限公司，法人叫韩风，看看他背后是不是还有人。100万，没问题。要多久？就这分分钟吧，保管把他底裤都给你发出来。5分钟后，齐燕收到了万海咨询有限公司的详细信息，上面显示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其实是齐明的助理张森。果然是齐明这个狗东西，竟然从这就开始给老子挖坑了，想碰港口的项目，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了。这时敲门声响起，齐明走了进来。哥，这个方案怎么样？有把握竞标成功吗？要不我试着去联系一下评委会的人。前世齐明也是这样提议的，齐燕为了确保竞标成功答应了，但没想到竞标失败后被人给爆了出来，齐燕也因此落得了一个只会耍手段的名声，而这也是他被赶出齐家的原因之一。想到前世自己所受的逼迫谩骂，再看着眼前还一直虚假的齐明，齐燕心中的火怎么也忍不住，猛地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联系评委会的人，怎么？你是巴不得我早点被踹出去吗？不是，哥，我没有这么想，我就是担心你。不行，现在还不是跟他撕破脸的时候，至少也要让他试试被人阴的滋味才行。齐燕深吸一口气，拼命压制住心中的火气之后，看向齐明。抱歉阿明，不该迁怒你的。怎么回事啊，哥？怎么这么大的火气，跟支枪要似的？还不是我那几个弟弟，一大早上就到我面前狗叫，还以为这蠢货发现什么了呢，还是高看他了。哥，他们那些废物怎么会真的过你？爷爷提出这个继承人试炼，本身就是为了你，到时候把他们踢出去就好了。齐燕听到他说继承人试炼，心中更是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狗东西还敢提试炼，本来老子是可以直接保送成继承人的，结果被你一搅和，要去跟那群私生子竞争。原来在上一世，齐燕学习结束回国时，他爷爷齐代川就动了将他直接立为继承人的心思。结果齐燕得知后，跑去跟齐代川说，齐燕想靠自己的努力博得集团，所以齐代川才弄了继承人试炼这一出。但没想到，最后却是为齐明做了嫁衣。齐明见齐燕的神色不对，连忙开口询问道：“哥，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啊？要不要去休息一下？”这时，齐燕也怕自己压制不住怒气，把人给揍了，于是便顺着他的话将人给打发出去了。等人走后，齐燕叫来了上辈子为救自己坠楼而死，也是自己目前唯一信任的人周武。周武，你去盯着齐明，必要可以加派人手，记住要时刻注意他的动向以及所有可对外联系的平台。齐总，监视你弟弟，他给你戴绿帽子了，让你去就去，再逼逼让他去绿你。哦，是。周武走之后，齐燕再次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喂，我发给你一个方案，你帮我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与此同时，齐明的办公室内，系统确定这次评委会会长更注重海洋环保，对吧？没错，根据原剧情显示，齐燕的最大竞标对手就是因为海洋环保措施不足，才导致竞标失败的。好，只要他拿着那个方案去参与竞标，那他就注定失败，然后乖乖的给我滚出齐家。那个男人疯了，不仅拿3000万买了张废纸，甚至还要用这张废纸去竞标一个100亿级的项目。齐总，咱们真的要拿这个方案去参与竞标啊？您同学不是说里面的内容违反了国际公约吗？齐总，就算你真的被绿了，也不能拿钱出气啊！你再说一次，我就把你扔非洲去！你急了。算了，我平生不爱和傻逼计较。之前让你监视齐明，他最近有什么动作？前几天他的助理张森私下见了评委会副会长王志远，几人有说有笑的，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交易。看来他是做了2手准备啊，不仅用玫瑰方案算计我，还要混评委会的人，这是要把我往死路逼啊！我以前怎么那么傻逼呢？这么低级的手段都能上当。原来上一世齐燕也是拿着这个方案去竞标，但还没轮到他们演示的时候，就被告知方案违规，然后取消了竞标资格。这也让他成为了整个圈子里的笑话。一旁的周武见齐燕半天没反应，再次开口提醒道：“齐总，张森私下会见王志远的事，你留证据了吗？”当然，4K 120帧超高画质，而且附近也藏满了监听。好，你把这视频导出来，明天招标会上要用到。好嘞。
对了，这是一些万海公司偷税漏税的证据，你透露给他们的对家建工集团，即把消息透露的干净点。好嘞，齐总。上辈子齐明利用这个公司给我挖坑，现在因为招标没时间收拾他，那就先收点利息吧。第二天一大早，税务局的人就到了万海公司，前台见状，连忙把总经理韩峰叫了过来。帽子叔叔，你们这是？你好，我们是市税务局稽查科的，这是我们的证点，也有人举报贵公司涉嫌偷税漏税，我们需要查阅一下贵公司的账目。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啊，有没有误会？查过才知道，请配合我们的工作。这好吧，我们一定配合。不过我需要先通知一下张总。不必了，稽查行动不需要提前通知企业负责人。财务室在哪？现在带我们过去。好的，财务室在这边。韩峰一边将人带去财务室，一边飞快思考着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上周我才把张总吩咐的几份特殊合同处理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接着他悄悄拿起手机，趁人不注意时快速给张森发了条消息。这边张森在收到韩峰的消息后，立马报告给了齐明。不好了，小齐总，税务局稽查科的人去万海了，说接到对咱们偷税漏税的举报，现在还正在查账，我们该怎么办？什么？怎么回事？肯定是建工集团他们举报的。自从上次他们竞标失败后，一直明里暗里给我们找死。那些合同都处理干净了吗？都处理干净了，保准什么都查不出来。张森话音刚落，就接到了税务局的电话。喂，你好，请问你万海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张森先生吗？我是。我们核查到万海公司近几年金额流水与你们上报的相差巨大，涉嫌偷逃税款，请立马到公司来。张森电话挂断后，小心翼翼地看向齐。小齐总，他们好像查到了3年前的真实流水。你不是说处理好了吗？我说的是合同处理好了，谁知道他们查的是3年前的账啊？算了，你先去处理这事，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责任都推给韩峰。是，小齐总。在张森离开后，齐明召唤出了系统。怎么回事？这次的事为什么没有预警？正在查询，并未检测到税务局查万海的情节。那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出现细小偏差属于正常现象，宿主不必担忧。行吧，那下个重要剧情点是什么？为苏锦解围。苏锦，这是谁？苏氏集团掌权者苏耀文原配留下的女儿，日后会成为苏氏掌权人。什么时候？地点在哪？竞标当天晚上的慈善拍卖会，苏锦的妹妹会将她母亲的遗物拿去拍卖，宿主即将这个遗物拍下来。行，我知道了。时间很快就到了竞标当天。下面有请齐氏集团陈述方案。紧接着，齐燕便带着团队上场，但就在他们演示方案时，他的助理偷偷向齐明点头示意了一下。紧接着，大屏幕上就跳出了一行红色警告：警告，检测到方案违反国际公约。底下的人见此纷纷议论起来，而齐明则是一脸得意的看向台上的齐燕。这次就算是爷爷来了，也救不了你。那个男人拿着一张白纸去竞标一个100亿级的项目，没想到竟然还成功了，甚至反手还把评委送进了监狱。1个小时前，齐燕提交的方案被检测出违反国际公约。评委会副会长王志远见状，立即开始发难：如此重大的违规，应当取消竞标资格。其他人听后也开始议论起来：齐家这继承人就这么低级的错误都看不出来？什么继承人啊？他还不是呢，看样子他是斗不过其他兄弟姐妹喽。我倒是挺想齐家落到他手里的，凭他那个智商，到时候。而齐燕看到底下的议论后，嘴角勾起一抹微笑。看来这3000万的废纸还是有点作用，榨出了这么多鱼。哼，笑吧，一会儿就把你们下油锅了。过了好一会儿，齐燕才上前开口道：诸位请稍安勿躁，刚刚我们是为了测试竞标检测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特意展示的陷阱方案，这本才是我们准备的投标方案。台下的齐明看到齐燕拿出一份新的方案后，皱了皱眉，但心中却不以为意。哼，不过是在垂死挣扎罢了。随后他向王志远示意了一下，王志远看到后，立马冲着齐燕继续发难。根据规定，没有提前报备的方案是不作数的。齐总，我看你下次还是做好准备再来吧。王副会长怎么知道我这方案没有提前报备？难道你这么关心我，还特意提前看过？我跟你又不认识，关心你什么？再说我们有规定，在招标会结束之前，评审人员不得提前联系投标人员，我可不会违规。这时，一旁的评委会会长许悦也开口了：齐总，王副会长刚刚说的没错，没有提前报备的方案是不作数的。所以你确定拿出的这版方案报备过了吗？如果查出来作假，可是会取消贵公司未来2年任何项目的竞标资格的。许会长，我们这版方案确实是报备过的，不信你们去查查就知道了。许悦听后，立马示意一旁的工作人员前去查询。很快，那名工作人员就带着查询结果回到了现场。许会长，经过查询，
齐氏集团确实提交了2版方案。好，齐总，继续你们的方案演示吧。好的，我们的方案主要针对于接下来的40分钟里，齐燕展示了齐氏集团真正建设国际港口项目的解决方案，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好的，此次竞标会到此结束。这时，齐燕再次起身，开口打断主持人的话。许会长，我举报王志远王副会长收受贿赂。齐总，虽然我刚刚对贵公司的方案进行了反驳，但那都是我的职责所在。您这记恨的也太快了吧！会长，齐总这样，我都要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承担国际港口建设这么大个项目了。我这可以有证据的，不信可以看看。那就看看吧。随后，周武将手机上递到了许悦的面前，上面正播放着齐明的助理张森和王志远私下见面的视频。这一定是假的。王副会长，别急，我已经将这个视频，还有一些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交给了警方，是真是假，等会儿就知道了。一旁的齐明听见齐燕的话后，在心中连忙质问系统：怎么回事？齐燕报警，你一点预警也没有？正在检测错误，剧情发生偏移，请宿主及时更正。我 TM， 我现在怎么更正？请宿主及时更正。一听见系统不断提醒自己更正剧情走向，齐明心中一阵崩溃，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到齐燕身边，开始为王志恒解围。堂哥，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说不定是王副会长跟朋友吃饭呢。是吗？所以你助理张森和王副会长是朋友吗？齐总说笑了，我怎么会和王副会长是朋友？那不就得了？你都说了你俩不是朋友，那不是违规操作还是什么？阿明，不是我说你，你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啊？一个个的都把你当傻子玩儿呢？没有啊，哥，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还没有呢。你知道你这助理其实是万海集团的实际控股人吗？我刚开始拿的那方案就是他们提供的，差点被他们害了。还有他竟然私下会见评委会的人，幸好被我的人发现了，不然我们可就要被他害惨了。齐明听后，在心里恨不得骂他，但又不得不装作不知情的样，冲张森质问道：张森，平时我对你也不薄，没想到你竟然这样，亏我平日里还经常给你放假，让你回家陪你的老婆孩子。张森听后，立马明白了齐明是在用老婆孩子威胁，让他把所有的罪责都担下来，于是一脸愧疚地看向齐明。对不起，小齐总，是我被猪油蒙了心，不甘心一直只做个小助理。等会儿你自己跟帽子叔叔说去吧，真是太让我失望了。齐燕看着不得不自断一臂的齐明，心中一阵舒畅。爽！小垃圾，上辈子是哥太相信你了，才让你得逞，这辈子看我不玩死你。男人重生后，不仅把弟弟送给还要抢他的老婆，只因他发现自己上辈子竞标失败，痛失继承人的资格，也是那好弟弟搞的鬼。而这一世，他要狠狠地报复回来。所以在竞标开始之前，他就提前打电话将弟弟和评委会副会长给举报。等到竞标结束之后，几名帽子叔叔就走了进来。请问王志远、张森是哪2位？我是王志远。我是张森。请跟我们走一趟吧。随后，帽子叔叔看向齐燕两人。 2位是齐氏集团的领导对吧？没错，帽子叔叔还有什么事吗？因为张森是属于贵公司的员工，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事情，所以麻烦你们中的一个跟我们去做一下笔录。这样啊，阿明，你跟着去一趟吧，你是他的领导，了解的多一些。齐明想到晚上的慈善拍卖会，刚想开口拒绝，就被齐燕打断。主要是我待会儿还要跟董事会南巡老家伙汇报情况，实在是抽不开身。齐明听后只能答应下来。这时，齐燕注意到了自己身后给齐明通风报信的助理，差点把这东西给忘了。帽子叔叔，我这助理涉嫌商业泄密，你们也一起带走调查吧。那请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助理听后立马慌了，连忙朝齐燕解释起来。齐总，我冤枉啊，我对咱公司可是忠心耿耿啊。哼，你的忠心耿耿对帽子叔叔说去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做了什么，真要追究起来，你可就不是被带走这么简单了。助理听到这话后更慌张了，立马开始跪地求饶。齐总，我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哼，我看你不是知道错了，而是怕了。此时，一旁的齐明也在心里泛起了嘀咕。他知道我在背后做的事了，不对，他要是真知道，早就把我赶出去了。我还是早点跟帽子叔叔搞完，然后赶去拍卖会吧。齐明想通之后，就跟着帽子叔叔走了。而这时，因为举报事件到一边讨论的许悦走了过来。齐总，您刚刚的讲解很精彩，但毕竟张森也是贵公司的员工，涉嫌贿赂评委会人员，所以经过我们的讨论，竞标结果暂缓公布。如果经过帽子叔叔查证与贵公司无关，我们再合作，希望您理解。没问题，我都能自己举报，肯定是不怕查的。哈哈哈哈！齐总有魄力。许会长过奖了，那我们就先走了。等跟着齐燕回到车上后，周武终于忍不住了，一脸崇拜地看着齐燕。
齐总，你可太厉害了！要不是你让我在招标会开始的10分钟前把另一份方案交了上去，不然咱们真就着了他们的道了。齐总，怎么办？我都快爱上你了。你离我远点，我怕脑子有病会传染。齐总，你竟然嫌弃我，嘤。你正常点，我害怕。好吧，齐总，我们现在回去跟董事会的股东们汇报吗？谁说的？你刚刚自己说的啊。说了又不一定要做。那我们现在去干嘛？去吃饭。好吧，对了，齐总，今天晚上有一个慈善拍卖会，你要去吗？不去，没意思。去吧去吧，齐总，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识过呢，说不定这次你就遇见你的真命天女呢。看着还在一个劲儿的巴巴的周武，齐燕心中一阵无语，但他很快想起了前世的一件事。这拍卖会是不是就是上辈子齐明和他老婆相遇的那个？上辈子齐明那狗东西他害我没了命，那我抢个他老婆很合理吧？走，咱们去拍卖会。可是现在距离拍卖会还有2个小时啊，现在去会不会太早了？那就吃晚饭再去拍卖会。好嘞。两人吃完饭后就赶到了拍卖会现场，可刚到门口就看到一名女子和保安争执了起来。大哥，我母亲的遗物被拿去拍卖了，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的念想了，您通融一下。走开走开，我管你什么遗物，没有邀请函就是不准进。大哥，求求你，就让我进去吧。就在两人争论时，齐燕两人也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女子母亲留下的遗物被她的私生子妹妹拿来拍卖，但她因为不受家里重视，没有邀请函，进不去这拍卖会，所以才在这苦苦哀求其保安来。齐燕想到自己家的那几个私生子弟弟，立马感同身受起来，朝女子走过去。可等他走近看清了女子的脸后，直接愣住。卧槽，这不是齐明他老婆苏锦吗？看来老天都觉得我抢他老婆是对的。她是上市集团的千金，每天却只能啃一个馒头，甚至连母亲的遗物都要被妹妹拿去拍卖。就在她被保安拦在门外，无计可施的时候，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这位小姐现在是我的女伴，你进去了吗？”保安接过齐燕的请柬一看后，态度立马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可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齐总您快请进。齐总，刚刚谢谢你，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事，举手之劳而已。刚刚听到你母亲的遗物被拿去拍卖了，需要帮助吗？苏锦听到齐燕的话后，在心中纠结了半天后，才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那个，你能帮我把母亲的遗物拍下来吗？钱我会还给你的，不过时间可能需要久一点。”没事，不着急，把遗物拿回来最重要。齐总，你真是个好人。不是，他不应该是以身相许什么的吗？怎么就给我发好人卡了？不行，等会儿再发散我的魅力，我就不信还拿不下他。那我们先去包厢吧，路上你跟我说说你母亲的遗物。好。原来苏锦母亲的遗物是一枚明朝的翡翠玉佩，是家族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但成色并不是很好，所以也拍卖不了多少钱。而他的私生子妹妹之所以偷了拿去拍卖，就是为了恶心苏锦。当齐燕三人刚走到了包厢门口时，迎面碰上了苏锦的妹妹苏璇，她身边还跟着2个公子哥江浩和林胜。苏锦，你怎么在这？该不是在门口求着别人进来的吧？你想进来早说啊，求求哥哥我就带你进来了，毕竟你还挺对我胃口的。苏锦听到他们的话后，被气得浑身发抖。而齐燕见状，转头看向周武，一脸疑惑地问道：“周武，我怎么听见狗叫声了？你去找保安问问，他们是怎么做事的？连人和狗都分不清吗？”好嘞，我现在就去。舒璇几人听见齐燕骂自己是狗，气得双眼都要冒火。你谁啊？竟然敢骂我！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小心让你在海市混不下去。你爸谁啊？家父苏耀文。什么？家父苏耀文？没错。难怪上辈子齐明这么着急跟苏锦结婚，感情是为了他身后拥有军工背景的苏氏集团啊。上一世，齐明虽然坐上了总裁的位置，但依旧不能服众，最后还是通过苏氏集团加强，拉来了一个军工项目，才算真正让家族的人信服。齐氏也因此更上了一层台阶。这时，江浩看着沉默的齐燕，总觉得有些熟悉，于是小声的跟身旁的林胜说：“我怎么觉得他有些眼熟呢？可能就是在哪个宴会上碰见过吧。放心，我爸嘱咐我不能惹的人，都记得死死的，没有他。”而苏璇见齐燕半天没说话，以为他被自己父亲的名号震慑住，于是得意的开口道：“怕了吧？怕了就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苏锦上前扇了。苏锦，你个贱人，竟然敢打我！苏璇说着就要挥手向苏锦打去，却反被他巴掌。打的就是你，苏璇。之前你对我百般刁难，我都可以忍受，但是你不该牵扯到其他人。怎么，苏锦，现在有人给你撑腰，你就硬气起来了是吧？回家了还不是一条我可以随便欺辱的狗？
是，以前是我太天真，以为退让就能换来片刻的安宁，可我怎么就忘了呢？爱抢别人老公，父亲的烂人，又怎么还会有良心呢？就算有，也早就被你们自己吃了吧。苏锦，我跟你拼了！苏璇说完，就朝苏锦冲了过去。江浩、林胜见状，连忙跟上，但下一秒，两人被齐燕一脚给踹飞，而苏璇也被苏锦一把推倒在地。这时，周武带着几个保安也赶到。齐总，你们没事吧？没事，让人把他们几个赶出去吧。好了，就是这3个人闹事，快把他们赶出去。几位，走吧。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到底是谁在闹事？与此同时，江浩听到齐总2个字之后，表情变得激动，立马拖着林胜和苏璇跑到了会场外。江浩，你有病啊！拖我们走干嘛？你们没听见那人叫他齐总吗？姓齐啊。林胜这时也反应了过来，想起自家老爸说过的话。还有一个人叫齐燕，你也给我绕着走。他虽然手上实权不多，但他那个爷爷却是护短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的不直接把公司给他，还搞个什么继承人试炼。知道了吧？他不会找我们麻烦吧？应该不会吧？苏璇看着一脸怂样的两人，气得转身就走了。而会场内，苏锦一脸歉意的看着齐燕。抱歉，让你遭受了无妄之灾。没事，你妹妹这么只高气昂的欺负你，就是仗着你父亲的宠爱，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反抗，踹了你父亲，自己当苏市长绝人嘛？齐燕在看见苏锦打他妹妹的劲之后，直接改变了原本只想玩玩的想法，转头怂恿他踹了父亲，自己去当苏市长权人。而苏锦听后，直接愣在原地，半天才反应过来，踹了我父亲，我当掌权人。没错，你要是想，我就帮你。你为什么这么帮我？我身上是有什么你想要的吗？一旁的周武听到后，眼睛一亮，立马上前。齐总他被绿了，所以现在想找个。周武话还没说完，就被齐燕一把捂住了嘴巴，甩到一边去了。不好意思，他脑子有点问题。所以齐总能说说这么帮我的原因吗？因为我需要一个助理。可我一个家族里不受宠的人，如何能助力齐总？所以我才会问你想不想当掌权人，苏小姐，意下如何？苏锦思考了一会儿后，眼神坚定地看向齐燕。齐总，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好，苏小姐，合作愉快。齐总，合作愉快。这时，被甩了老脸的周武走了过来。齐总，拍卖会要开始了。苏小姐，那我们先进去吧。这时，齐燕的电话响起，他拿起一看，发现是老宅管家打来的电话，连忙接通。林伯，发生什么事了？大少爷，不好了，老爷昏倒了。什么？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老爷本来好好的，这说昏倒就昏倒。齐燕想起上一世齐明达自己之前曾说过给爷爷下旨，心中顿时有些不好的预感，连忙嘱咐林伯：“林伯，你先带爷去我舅舅的医院，我现在就过来。”挂断电话后，齐燕一脸歉意地看向苏锦：“苏小姐，不好意思，我有急事需要先去处理一下，这是我的副卡，竞拍的时候你随便报。周武，你陪着苏小姐一起，结束后把苏小姐安全地送回家，知道了吗？”放心吧，齐总。苏小姐，那我就先告辞了。好的，齐总一路小心。齐燕点点头后，就急忙走了出去。而苏锦和周武两人则是进入包厢等待拍卖会开始。10分钟后，拍卖会开始，齐明也从警局赶了过来。怎么回事？那个叫苏锦的女人呢？人都找不到，我怎么替她解围？根据剧情检测，解围的关键道具是他母亲的遗物，宿主拍下后一样能达成目的，收获关键人物。行吧。之后，齐明便在拍卖现场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半个小时后，齐明逐渐有些不耐烦。什么时候到那个东西啊？剧情并没有显示，需要宿主耐心等待。这时，台上的主持人拿起一枚玉佩，开始介绍：这是一枚明朝传下来的玉佩，色泽圆润，可以看出原主人保管的非常好，起拍价为10万。包厢内的苏锦看到主持人手里拿的玉佩，立马认出了是自己母亲留给自己的那枚，立马开始报价。我出20万。这边系统也立马提醒了齐明，检测到关键道具出现，请宿主务必拍下。齐明看向台上，立马举起手中的牌子，开始报价。我出50万。好，现在有人出价50万，还有人出价的吗？60万。齐明看着还有人不断抬价，一咬牙直接报了100万。而包厢内的苏锦听到100万的报价后，心中一阵纠结。现在的报价早就超出了玉佩本身的价值了。虽然齐总说让我随便报，但是……一旁的周武看出了苏锦的纠结，直接上前报了200万。苏锦听到周武的报价后，吓了一跳，连忙开口：“周先生，玉佩不值这个价的。”苏小姐放心，齐总有钱，你随便花。苏锦听后也不再反驳，只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成为苏家的掌权人，帮助齐总。而拍卖场大厅内，齐明听到200万的报价之后破防了。TM 的时候，一个破玉佩报200万，请宿主拿下关键道具。在系统的催促下，齐明直接报出了自己能承受的最高价400万。但他话音刚落，就看见一直跟他抬价的那个报出了500万，气得他直接开始骂人。而系统见他半天没报价，再次催促道：“请宿主务必拿下关键道具。”
我拿什么拿？上次万海被裁，我补了1.3个亿的税款，我 TM 现在哪还有钱？都怪你批控都没有，一次提前预警都没有。而此时包厢内，苏锦拿着拍下来的玉佩，看着电视里的转播画面，注意到一脸烦躁，并在自言自语的齐鸣。就是这个人一直阻止我拿到妈妈留下的玉佩，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这玉佩值不了400万，他拍下究竟有什么目的？随后苏锦又想到了急急忙忙离开的齐燕，不免心中有些担心。不知道齐总家人怎么样了？林伯，爷爷怎么样了？刚刚做了一系列检查，但结果还没出来。好，我知道了，我去问问情况。之后，齐燕来到了齐代川的主治医师，也是自己的舅舅陈修远的办公室。舅舅，我爷爷他的检查结果怎么样了？结果出来了，显示砷中毒。砷中毒？没错，根据你在电话里说的，我们重点检查了他肝肾等方面的健康情况，发现里面存在着少量砷元素，这是一种非金属元素，长期摄入会导致肝肾衰竭致死，症状却像自然衰老，一般很难查出来。齐燕听到后心里一紧，连忙追问：“那我爷爷他没事吧？”还好你们发现的早，齐老爷子没什么大碍，之后好好养着就行。齐燕听到陈修远话后，心里松了口气。那就好，麻烦舅舅了，我再去看看爷爷。齐燕转身就要走，却被陈修远再次责备：“阿燕，你还是不肯原谅我们吗？”原来在齐燕5岁那年，他母亲陈书瑶发现了他父亲齐建国在外面有小三，甚至孩子跟齐燕相差不到1岁，盛怒之下提出离婚，并回了娘家。谁知回到娘家后，陈书瑶父母却觉得这有辱家风，坚决不准陈书瑶离婚，并将人送回了齐家。齐建国见状，更加放肆了，短短1年时间就整出了3、4个私生子。而陈书瑶终于不愿忍受，选择一跃而下。而这时陈家人才醒悟过来，但却为时已晚。齐燕也因此怨恨起了陈家人。这一世齐燕心中的恨意虽然消散了些，但依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陈家人，所以听到陈修远的话后，只是稍微顿了一下，就走了。林伯，你先回去吧，爷爷这有我照看着。大少爷，还是你回去休息吧。今天竞标的事我们也听说了，肯定累坏了吧？爷爷也知道了。当然了，爷爷一直都很关注大少爷你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知道了。齐燕听到林伯的话之后，心中有些忐忑，半天才再次开口问道：“那爷爷有说什么吗？”老爷当时知道你将那个副会长送进去之后啊，直说有当年的风范了，还说做生意就是要堂堂正正的。这一点，大少爷你做得很好。是吗？我还以为爷爷会说我冲动呢。怎么会？老爷当初打江山的时候，可比你这凶多了。遇到竞标黑幕，直接把整个评审团都掀了。齐燕听后，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笑出了声。这些事爷爷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老爷也是要面子的嘛。不过老爷也挺担心，大少爷你之后会受到董事会刁难的。放心，我有办法对付那群老东西。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林伯你快回去吧。明天我一早过来，给你带最爱的鸡丝粥。好，让司机路上慢些，注意安全。送走林伯走后，齐燕看着病床上还在昏迷的齐代川，心中一痛，眼前也不断闪现着上一世爷孙俩在一起的画面。阿燕不哭，以后跟爷爷住一起好不好？爷爷发福碟，这是阿燕抓的吗？真厉害！阿燕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吗？放心吧，爷爷，等我放假回来。你为什么还要弄继承人试炼？阿燕，爷爷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你好。哼，我连个自己人都没有，还怎么跟那几个在公司里工作多年的人争？不想把公司给我就直说，用不着这么虚伪。爷爷，我们回家。想到这，齐燕心中的情绪再也绷不住了，扑在齐代川的身上大哭起来。爷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那些话的，我就是个混蛋，白眼狼。这时，齐代川睁开了双眼，看着正痛哭的齐燕，温柔地摸摸了她的头。阿燕，你回来了，吃饭了吗？我们的阿燕怎么哭得这么委屈啊？谁欺负你了？告诉爷爷，爷爷帮你去教训他。齐燕听着爷爷还像小时候一样维护自己的话语，再想到上一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终于绷不住，抱住齐代川，大声痛哭起来。爷爷，你没事太好了，都是我的错，要不是我，你也不会，我就是个畜生。上辈子要不是我倾信其名，就不会和你闹掰，连你中毒都不知道，甚至最后一面都没见到。齐燕越说越悔恨，坐起身朝自己扇了2巴掌。齐代川见状，连忙抓住齐燕的手，一脸严肃地告诉齐燕：“阿燕，我们如果犯错了，就尽量去改正，而不是一味的悔恨，甚至是伤害自己，知道了吗？”可是我，阿燕，在爷爷心里，你就是最棒的，就算不信自己，难道还不信爷爷吗？齐燕听到齐代川话后，心情稍微平静了一点，但随后他又想起了上次在书房跟齐代川的争论。不想把公司给我就直说，用不着这么虚伪。爷爷，上次我那么说，是不是让你很失望啊？我知道你是无心的，又怎么会对你失望呢？而且你今天不是做得很好吗？
爷爷为你骄傲都来不及呢。爷爷，你放心，我一定会赢得继承人试炼，然后带领骑士走上更高的台阶。我也会把上一世咱爷孙俩受到的苦难都一一报复回来。齐代川听后一脸欣慰。好，这才是我齐代川的好孙子。此时，齐燕也注意到了齐代川脸上的疲惫，明白就算下毒发现的及时，但依旧对齐代川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于是他连忙对齐代川开口：“爷爷，你快先休息休息吧，我在这陪你。”好。齐代川说完就昏睡了过去，而齐燕则是在床边坐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大早凌波来才站起身。大少爷，这是你刘姨早上5点就起来炖的鸡丝粥，快尝尝，是不是以前那个味？齐燕接过凌波递来的鸡丝粥，尝了一口。跟以前的味道一模一样，太好吃了。好吃就多吃点。随后，凌波看了一眼依旧昏睡的齐代川，担忧地询问道：“老爷，情况怎么样了？”凌波，放心吧，爷爷没什么大问题，昨天晚上还醒了一次。那就好。老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呢？爷爷这是被人下毒了。什么？下毒？没错，昨天查出来的是砷中毒。那老爷真的没事吗？我舅舅说发现的及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爷毕竟年纪大了，后面还是要好好养养，这可能就要凌波你多费些心了。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况且我跟了老爷这么多年，只是这毒是谁下的呢？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凌波你回去之后就说爷爷晕倒是被我气的，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好，我知道了。这时，凌波注意到齐燕脸上的疲惫，再次开口：“大少爷，你这是一晚上没睡吧？快回去休息休息吧，这里有我呢。”好，凌波，那爷爷先交给你了，我先去公司一趟。齐燕来到公司之后，周五就开始向他汇报昨天拍卖的情况。齐总，昨天你老婆刷了你500万，你不会生气吧？我说了让他随便刷，自然是不会在乎刷多少的。还有，她不是我老婆，你再瞎说，我真把你打包到非洲去。好，不是老婆，没想到现在还有不要老婆的人，真是活久见。齐燕听到周五的话后，在心中默念了几遍不和傻子置气，然后开口道：“还有什么情况？”哦，还有昨天齐明也想抢那个玉佩，但他的超能力没齐总你的强，没抢过。齐明他为什么想抢那个玉佩，而且还是出了警局就直奔拍卖会去的？他还拍其他东西了吗？没有，他好像就是冲着那玉佩去的，没抢到。他好像还破防了，一个劲的在那自言自语着什么。听到周五的话后，齐燕陷入了沉思。目的性这么强，难道他也是重生的？这时，齐燕的秘书进来。齐总，董事会的人还有您的几位弟弟正在会议室等您，看起来像是来找茬的。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各位恕我久等了，不知道这么急叫我过来是为了……还不等齐燕说完，坐在最前方的齐建军就猛地巴掌拍在桌子上，并开始质问道：“齐燕，昨天招标的事你怎么回事？你知道丢了这个项目会让公司损失多少吗？”二叔，我昨天可是替咱们齐家扫除了一个奸细呢，你们不感谢我也就罢了，还来质问我。你既然知道他是奸细了，就不能等到拿下项目之后再把他送进去。二叔，你觉得按照王志远那个贪婪的性子，他能多久不被举报？如果那时候查到我们集团的人曾贿赂过他，可就不是错失一个项目那么简单了，不仅要赔几百亿的违约金，前期付出的金钱、精力也就都打水漂了。那你为什么不提前汇报给董事会？说不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这时，坐在齐建军下方的2名董事会成员赵林川和周明远也紧跟着开口：“对呀，阿燕，你这么擅自做决，不就是拿公司前途开玩笑？我看他就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样的人如何带领骑士？”其他董事听后也纷纷议论了起来。齐燕见状，扫视了一圈会议室里的人后，缓缓开口：“那各位说说，在距离竞标开始只有不到1天的时间，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听到齐燕的问话后，全场都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也清楚，齐燕的做法就是当下情况的最优解，不仅洗清骑士的嫌疑，还能展示自身的能力。而齐燕看着瞬间变成没了声的众人，冷笑一声，然后开始逐个点。二叔，你说应该怎么办？赵伯伯，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当时情况危机，我觉得阿燕那么做也算是情有可原。周伯伯，你觉得呢？我肯定有更好的办法，你这么突然的问我，我怎么想得出来？可当我知道公司里有奸细的时候，也很突然啊。周伯伯比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饭，总比我厉害吧？周明远在齐燕的追问下涨红了脸，但最后实在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能息了。此时，继承者候选人之一齐墨见状暗道不妙，连忙开口道：“大哥，就算是这样，但你当初可当着所有的董事会的叔叔伯伯的面立下军令状，拿不下这个项目就滚出齐家，你这该不是反悔了吧？”紧接着，齐燕的另外2个弟弟跳了出来，开始落井下石。大哥，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可别打自己的脸啊！没错，你没拿下这个项目，就该退出继承者试炼，滚出齐家。齐燕看着一脸急切的3人，冷笑一声：“齐墨，你们3个就这么着急把我踢出去？”大哥，这可不是我们逼你的，愿赌就要服输。可你怎么知道我没拿下这个项目呢？这不明晃晃的吗？大哥，你就别嘴硬了，自己主动离开齐家，还证明自己是个男人。这时，周武走了进来，故意大声地向齐燕汇报：“
齐总，帽子叔叔已经查明张森贿赂评委会的人与咱们无关，已经发通告了。另外，国际港口项目将在15天之后再次招标。听到周武的话后，齐墨三人一脸的不可置信。不可能，他说这次能让你彻底滚出齐家的。他是谁？齐墨这时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连忙开始找。没有谁，是我自己以为你这次能出局。难道这个他是齐明那狗东西？可是他怎么能让齐墨听他话的呢？与此同时，董事会的人看见项目还有希望，纷纷变成了一脸和善的模样。阿燕，这次竞标咱可得好好把握住机会。建军，阿燕深得老爷子真传，一定可以的，咱要相信他。齐燕看着虚伪的众人，不愿再多与他们纠缠，于是直接开口道：“各位叔伯，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下次竞标的事情了。”去吧，阿燕，好好准备。回到办公室之后，周武一脸洋洋得意。怎么样，齐总，我进去的及时吧？不错，时机把握的刚刚好。对了，你把竞标资料重新整理一遍，这次我们一定要一把拿下国际港口建设项目。齐总，你还记得我原本的工作只是个保镖的吗？是吗？是啊，主要是你实在是太好用了，要不你直接当我的特助吧。特助24小时待命，狗都不。年薪200万起，在年终奖金翻倍。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只要给齐总当特助是我的荣幸，我一定24小时待命。周武在晋升为24小时高级牛马之后，开始疯狂拍齐燕马屁。而这时，齐明走了进来，一脸关心的问道：“堂哥，那群老家伙没对你怎么样吧？”这狗东西是来看我有没有被踢出去的吧？可惜要让他失望了。没事，多安抚住了。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这都没逼着他滚出齐家。齐燕看着突然沉默的齐明，故意开口说道：“阿明，你怎么看着有点失望呢？”堂哥说笑了，我怎么会失望呢？在我心里，齐氏的继承人只能是你。但在齐明表明忠心后，齐燕并没有立马接话，而是故意盯着齐明。等到他心虚的要冒汗的时候，才突然大笑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阿明，你的忠心我当然知道了，刚刚是逗你玩的，这么紧张做什么？一旁的周武听后也连忙跟着帮腔。小齐总，你该不会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齐总的事吧？怎么可能？堂哥，小时候你让爷爷把我留在老宅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要跟你一辈子的。原来在齐燕8岁那年，他到三叔齐建明家玩，正好碰见齐明儿子刚出来推进去时，他连忙上前救下齐明，并发现他在家里也是娘不在爹不爱后，央求齐代川将人带回老宅，从此两人一起长大。哼，他竟然还有脸跟我提小时候，还不如当初让他掉水里嘎了算了呢。齐燕越想越气，但又明白现在还不是和齐明撕破脸的好时机，只能转头假装呵斥周武。周武，别这么说，阿明，他怎么会是那种狼心狗肺的人呢？快去把我交代你的事做了。齐总，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小齐总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呢？比如他那助理。齐明听后心里一紧，连忙开始朝齐燕辩解。堂哥，张森的事我是真不知道，这一定就是齐墨他们设计的，想要离间我们。没错，你说的有道理，你也听到了，别那么死心眼中了齐墨他们的计，知道了吗？知道了，齐总。快去把我交代给你的事做了。是，齐总，我这就去。齐明见齐燕还是这么维护自己，心里立马得意起来。齐燕啊，齐燕，就算你是嫡长孙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不过周武这个狗东西今天怎么回事？怎么就带着我咬呢？我也没惹他。而齐燕看着齐明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在心中冷哼一声后，开口道：“阿明，你还有什么事吗？”堂哥，我听说国际港口那个项目15天后要再次开标了，真的假的？没错，所以这次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竟然真的又重新开标了，齐燕这废物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呢？这时，系统开始在齐明脑海中发出的警告：警告！警告！受到未知能量影响，剧情发生偏移，请宿主及时更正。检测到宿主之前有未完成剧情，这次若更正失败，将扣除气运值5。怎么还带扣除的啊？不行，这次招标必须给他搅和了。堂哥，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放心，我不会跟你客气的。你先回去吧，我先想想怎么做。好，那我就先回去了。等齐明离开后，齐燕再次叫来了周武。刚刚在董事会上，齐墨提到一个他，我怀疑就是齐明。你找人盯着齐墨，看看给他背后支招的那人是不是齐明。好的，齐总。还有齐明，刚刚他摆明了就是来打探情况的，后面肯定会给我整事，也要继续盯着。放心吧，齐总。从你上次说了之后，他洗澡上厕所我们都没放过。上厕所就不用了吧？那不行，齐总，你想啊，要是他就是喜欢上厕所的时候跟人聊事呢？那他口味也是蛮独特的。算了，你先去找人盯着他们吧。好嘞，齐总。周武离开之后，齐燕便开始在办公室一边处理事务，一边思考如何拿下这次招标会。直到下午接到了林国的电话。喂，林国，怎么了？大少爷，老爷醒了，让你现在过来一趟。好，我现在就过来。爷爷，你感觉怎么样？还有哪难受吗？我没事，你别担心。对了，你吃晚饭了吗？还没呢，忙得忘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怎么行呢？老林，你去给阿燕准备点吃的。好嘞，老爷，这就去。阿燕，听说国际港口项目过段时间重新开标，你有什么打算？
爷爷，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能拿下这个项目。那你先跟爷爷说说，你打算怎么做？爷爷应该也知道了我之前方案的内容了吧？当时老林拿给我看了，确实很不错。你是打算用这个原方案再去竞标？当然不是，爷爷，你难道觉得一手培养出来的孙子有这么蠢吗？我是打算在原本方案的基础上再加点东西。随后，齐燕说了他关于竞标的想法，齐代川听了哐哐点头，并一脸的欣慰。阿叶，你的想法非常不错，爷爷为你感到骄傲。另外，爷爷也很高兴你愿意跟我说这些。齐燕听到齐代川的话后，喉头一紧。上辈子，自从他知道继承者试炼之后，就再也没和齐代川心平气和的聊聊，直到两人阴阳相隔才醒。爷爷，之前我总是以为你问我这些东西是不信任我，现在我才明白，你是怕我吃了亏。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还这么久不回家。齐代川看着一脸愧疚的齐燕，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笑着说道：“回来就好。之前也是爷爷太着急了，害怕你在外面被人欺负，但没想到我的阿燕这么优秀，直接就把人送进去了。”原本还在自责的齐燕，在听到齐代川这么夸自己后，脸一下就红了，连忙开口打断。爷爷，你就别打趣我了，我可是听林伯说了你当年的英勇事迹，要不我也来说说。这个老林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啊？好了，我们先说说我中毒的事。怎么以前没发现爷爷还爱耍赖呢？林伯应该都跟爷爷你说了吧？检查出来是砷中毒。说了，但是我又没接触这东西，怎么会中毒呢？我问过了，爷爷你很有可能是吃了含生物质的食物才中的毒，所以负责饮食的所有人都有嫌疑。那你打算怎么做？我让林伯先不透露爷爷你中毒的消息，只对外声称是被我气晕的，以免打草惊蛇。等咱们回去之后，再暗中好好的查查。这时，林伯提着吃的回来。大少爷，吃的来了，快趁热吃。对，阿叶，你先吃饭。瞧你都瘦了。爷爷，瘦了好看，现在女孩子都喜欢我这一款呢。那你什么时候给我带个孙媳妇回来啊？齐燕一听，心中瞬间感觉不妙，连忙看向林伯，开始转移话题。林伯，你回去说爷爷被我气晕倒了，老宅里的人都是什么反应啊？林伯听后回忆了一下，答道：下人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不过另外3位少爷来了几次，问了老爷的情况，还说要来看看，不过都被我打死了。齐墨他们之前没见他们这么关心我，偏偏中毒了之后，难道就是他们3个中的一个给我下的毒？不对啊，上辈子嘎之前，吉民那狗东西明明说过给爷爷下毒，难道不是他？还是说是他在背后指使的？想到这，齐燕看向齐代川，一脸凝重的说道：爷爷，我感觉这背后还有其他的人。其他的人？没错，以我对他们3个的了解，是没那个胆子给你下毒的，所以很可能被当枪使了。我感觉大少爷说的有道理，2少爷他们给您下毒也没有好处啊。齐代川听后思考了一阵，然后冲齐燕两人说道：那就等我们回去之后，再好好查查，看究竟是谁想要我齐代川的命。2天后，齐代川出院回到了老宅，并以休养为由，让林伯将一切吃食都端到房间内，然后将齐代川接触到的一切物和食物送到了陈修远的医院进行检测。第2天一大早，齐燕便带着检查报告回到了老宅。爷爷，林伯，结果出来了，在你喝的汤里面检测到了砷元素。老林，你去查一下，这汤都经过了谁的手？是，老爷。林伯走后，齐代川看向齐燕，询问道：阿叶，你觉得你那3个弟弟谁最有可能被当成了枪使？齐墨。哦，怎么说？虽然他们3个都是没脑子的，但齐木、齐彻都是胆小怕事，只敢跟在人后，像给爷爷你下毒是100%不敢做的。只有齐墨这人有一股狠劲，而且他一直非常自卑私生子的身份，或许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爷爷你一直护着我，他很难出头。只有我嘎了，他在借着招标会的事将你赶出齐家，他就能坐上齐氏总裁的位置。没错，那背后之人很可能就是拿捏了齐墨这一点，又是他对爷爷你下毒。这时，林伯调查结束回来了。老爷、大少爷，经过调查，最有下毒嫌疑的有3个人，分别是做汤的老张、帮厨小孙以及佣人小象。好，老林，你去把这3个人叫到客厅。是，老爷。很快，老张3人被叫到了客厅，但都是一脸的迷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纷纷向林伯打探情况。老林，这是发生啥事了？我这马上就要准备晚饭了。对呀，林伯，这把我们叫来干啥？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别打听了，等老爷来就知道了。很快，齐代川和齐燕2人来到了客厅。今天叫你们3人来，是因为你们中有人给爷爷下了毒。老张3人听后都是一脸惊讶，紧接着便争先恐后的开始自证清白。下毒？老爷，我在齐家做了10几年厨，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老爷，我就是把汤端给您，别的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有，我也只是看着火候而已。都说自己没有，难道我还要讹你们不成？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是谁，并且掌握了证据，只不过是看在各位尽心尽力伺候爷爷的份上，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他还要狡辩，那我只好把证据交给帽子叔叔了。齐燕说完，仔细地观察着对面三人的神情，在发现佣人小象脸上闪过一丝害怕之后，朝林博开口道：“林博，报警吧。”佣人小象一听，立马冲上前跪在齐燕等人的面前，开始求饶：“老爷，大少爷，我错了，求求你们饶了我吧。”说是谁指使你的？既然不说，那就交给帽子叔叔去查吧。这应该算是故意杀人，要禁区个几年吧。小象一听要才几年的缝纫机，立马慌了，连忙开始交代：“我说是二少爷，几天前他把一袋粉末给我，要我每天在老爷的饭菜中加一点。”齐代川虽然在心中猜测过是齐墨，但真的证实之后，还是忍不住生气，于是大吼道：“给我把齐墨那畜生带过来！”接着，齐代川看向地上不断求饶的小象，质问道：“我平时待你们也不薄吧？工资几万几万的发，奖金、年终什么的都没少你们的，结果到头来竟然帮着别人要我的命，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老爷，都是二少爷指使我这么做的，我也是被迫的。被迫的？说说你是怎么被迫的？我爸死得早，留下我妈、我弟还有我三人相依为命。可前段时间，我弟被人带着染上了毒，一下欠了人家几百万，最后被人找到了家里。我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这被吓得更是一病不起。齐燕听着小象的哭诉，不禁在心中吐槽：“好家伙，这难道就是早嘎的吧？冰住了吗？不争气的地，还有破碎的他。”后来二少爷找到了我，说只要把他给我的东西放到老爷的饭菜中，不仅帮我们还清债务，还再多给我们100万。老爷，我也是没办法，要是不还债，他们会要了我弟弟的命啊！等听完小象的哭诉之后，齐燕感受到了一丝不对劲，开口问道：“你弟染上毒，到齐墨找上你，中间隔了几天？3天，就这么刚刚好。你弟刚染上毒，就被齐墨给知道了。”小象听后，震惊地看向齐燕，问道：“大少爷，您的意思是我弟染上毒是二少爷设计的？”等会儿问问不就知道了？你们两个也忙去吧。是大少爷，是大少爷。1个小时后，林博带着齐墨来，齐墨一进门就连忙走到齐代川的面前，关切地问道：“爷爷，听说你被大哥气得都住院了，现在怎么样了？好些了吗？”接着他又一脸不赞同地看向齐燕，用谴责的语气说道：“大哥，不是我说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这么气他，也太不孝了。再说了，爷爷提出继承者试炼，还不是为了齐氏好？你怎么对爷爷心存不满呢？”哦，是吗？我们到底谁才是不孝啊？地上这人你认识吗？齐墨听到齐燕的话后，才将目光转到地上的小象身上，看清楚后，心里咯噔了一下。大哥，你这什么意思？这人我该认识吗？齐燕听后，并没有回答齐墨，而是看着地上的小象，说道：“我这弟弟可说不认识你呢，你可要好好想想，到底是谁指使你的，不然罪名可全都是你的了。”小象听到这话后，连忙冲齐墨质问道：“二少爷，当初是你找到我说，只要我给老爷饭菜中加东西，你就帮我弟弟还债的，你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你胡说，我从来没见过你，怎么会让你去害爷爷呢？爷爷，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我怎么能害你呢？我看这一定是有人指使，为了挑拨我跟你之间的关系。齐墨说着，还意有所指的看了齐燕一眼。齐代川见状，直接打断了齐墨的话，看向小象，质问道：“你说是二少爷指使你的，可有证据？”有的。齐墨听到小象有证据后，反而松了口气。我当初就是为了不留证据，全程都是亲力亲为，连钱都是给的现金。现在竟然冒出来个狗屁证据，肯定是有人想害我。这是当初二少爷把钱给我时，我让我弟弟悄悄拍的一段视频。齐代川看后，将手机摔到齐墨的身上，怒喝道：“狗东西，我看你还怎么狡辩！”齐墨连忙接起手机一看，上面赫然是他提着一袋子钱交给小象的画面，吓得立马跪在地上。爷爷，我错了，我就是。齐代川气得直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质问道：“就是什么？就是想我早点个，好给你腾位置，狼心狗肺的玩意儿。”齐墨一听更慌张了，连忙解释：“爷爷，我没有，我就是想让爷爷你虚弱一段时间。”一旁的齐燕听后觉得不对劲，连忙开口问道：“虚弱一段时间，所以你给爷下的不是毒？”齐墨听到下毒2个字后，一脸的不可置信。毒？什么毒？爷爷检查出砷中毒，而你让小象放在爷爷饭菜中的东西就含有这个物质。不可能，那人告诉我，这就是让爷爷虚弱一段时间，对身体没伤害的。爷爷，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想害你。齐代川听后，一脚将他踢了出去。没想害我，那你还给我下药？我就是想让爷爷你暂时不要管公司的事情，要不然有你在，我们怎么争得过大哥？齐代川听后更气了，又踹了齐墨一脚。混账东西，我就是这么教你们的，一天净耍阴招，真是丢老齐家的脸。一旁的齐燕见齐代川越来越生气，甚至有些呼吸急促，于是连忙上前将他扶着朝沙发出去，并一边对林博说：“林博，你快去把爷爷的降压药拿来。”好嘞，大少爷，我这就去。
齐燕将齐代川扶到沙发上坐下后，劝解：“爷爷，你先消消气，别把身体气坏了。等会儿林伯拿来降压药后，你赶紧吃下。我来问齐墨。”好，阿叶，我听你的。随后，齐燕走到齐墨的面前，开始问话：“齐墨，你刚刚说的那个人，跟上次股东大会上你说漏嘴的那人是不是同一个？”齐墨见事情都败露后，不做挣扎，直接开始交代：“没错，这些年一直是他在背后指导我，我才办成了好几件大事，并在公司露了脸。也就是他说，只要爷爷还在，我一辈子都不能坐上继承人的位置。所以你就连同他给爷爷下药，想要害死爷爷？”我没有，当初他是让我给爷爷下毒药的，可是我没答应，还和他吵了一架。最后他寄给了我一个药粉，说只会让爷爷虚弱一段时间，所以我才买通小象，让他每天给爷爷加点的。这时，林伯拿来了降压药，齐燕看着齐代川吃下后，才转头继续问齐墨：“那小象他弟弟染上毒是你做的吗？”这可不是我干的，虽然我给爷爷下药，但也不要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那你为什么会知道小象的弟弟被催债？是那个人说的，他告诉我小象家非常缺钱，很好买通，所以我才……齐墨说着，心虚的看了一眼后面还在生气的齐代川，而齐燕听到齐墨反复提到那个人，皱了皱眉，然后问道：“你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本来还在沙发上缓和心情的齐代川听见这话，顿时又炸了，一把拿起茶几上的杯子朝齐墨扔去。我齐家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东西？跟人家联系这么多次，还不知道对方是谁？那你们是怎么联系的？一般都是他打电话找我的，而且还是不同的号码，我根本查不到他是谁。那声音呢？你也听不出来？他也做了伪装，全都是机械音。后来他帮我做成了几件事后，我就没再去查他的身份了。齐明这狗东西藏得还挺深，看来要想把他的伪装给扒下来，只能从长计议了。接着，齐燕看向沙发上的齐代川，问道：“爷爷，问完了，他们两个怎么处理？”直接报警吧。地上的齐墨和小象听后，连忙开始认错求饶。爷爷，我错了，求求你别把我送进去，进去我就完了。老爷，求您高抬贵手，我进去，我们全家就完了。哼，你们不是知道错了，你们只是怕了而已。老林，把他们拖下去，等帽子叔叔来了，直接交给他们。是，老爷。林伯随后叫来几个保镖，将两人拖了下去。等人走完了之后，齐代川有些小心翼翼地看向齐燕：“阿燕，现在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今天就不走了吧？”齐燕看着经历这一遭苍老了许多的齐代川，喉头一鼓：“爷爷，我不走了，以后也不走了，明天我就把东西搬回来。”好，老林，快去再把阿燕的房间收拾一下。第二天，齐燕陪齐代川吃完早饭之后，就去见了苏锦一面。不好意思，苏小姐，这几天事情有点多，一直耽搁了。理解，毕竟最近齐家的事我也是有所耳闻。让苏小姐见笑了。齐总，直接叫我苏锦吧，你帮了我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好，那我们就不要客气了，你也直接叫我齐燕吧。对了，上次拍卖会后，你回去没有被为难吧？上次周先生将我送回去之后，苏璇虽然想找我麻烦，但还是顾及着齐燕你，所以也就口头上占占便宜。那就好，你想好之后怎么做了吗？我打算先进入公司，一步步做起，再慢慢收拢权力。要想掌权，进入公司是必然的，但这进法也有所不同。怎么说？如果你主动要求进入公司，那就显得被动啊。你爸也不会把放在重要的职位上，但你若是在公司出现重大危机时提出解决办法，那你就占据了主动权。你明白了吗？苏锦听后思索了一阵，然后看向齐燕问道：“那我该怎么做呢？”若我猜的不错的话，苏家现在虽然掌权人是你爸，但实际上大事什么的还是要苏老爷子拍板决定吧。没错，上次国际港口的那个项目，我爸本来准备掺和一脚的，但是被我爷爷否定了，所以才没参与。所以你掌权的第一步就是获得苏老爷子的信任，得到他的助力，而你在家被欺辱，就是引起他注意的最好利器。我明白了，这样的话，等公司出现危机的时候，我就能通过爷爷插手公司的事了。没错，这样你在公司的话语权也会更重。可是我怎么知道公司什么时候会出现危机呢？这个我到时候会通知你的，不过这可能就要与你父亲彻底撕破脸了。哼！早在他纵容苏璇将我母亲的遗物拿去拍卖的时候，我和他就没有情分可言了。好，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了。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和苏锦分开后，齐燕回到了公司，处理完堆积的文件之后，便开始回忆上辈子苏家是否出现过危机。上辈子苏家好像因为一次买地的事情陷入了资金危机，股价还跌了不少，而齐明那狗东西好像也正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帮助苏家度过了危机，这才得到苏老爷子的青睐，要不然后面苏老爷子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同意和齐合作。想到这，齐燕立马拨了周武的内线。周武，你来一趟。不一会儿，周武来了，一脸的怨气把齐燕吓了一跳。周武，你这是咋了？打游戏被人绑网线了，怨气这么大？齐总，俺不重累，你再找个心腹吧。你看看我头上的头发，就这么几天都掉一半了。
至于吗？不就是让你整理了一下招标的文件吗？那是文件吗？那是要我命的刀啊！这2天我就没合过眼，才整理了1/3都不到。你可是总助，加油干！文件最迟后天给到我，不然我可要扣你工资了啊！周武听到齐燕的话后，一脸的不可置信。齐总，你30多度的嘴里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你要是扣我工资，我第2天就吊嘎在你的办公室门口。齐燕看周武一脸崩溃的样子，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好半天才停下来。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也知道我现在相信的人不多，你先坚持坚持，等找到合适的人，就不让你做这些跟文字打交道的工作了。那你给我再涨点工资，算是给我的精神损失费。好，我给你涨，年终再翻倍。你帮我先盯着苏家公司的动向，尤其是他们准备开始的那些新项目。周武听后，两眼放光，另眼八卦的问：难道齐总你要把苏家公司收购了，然后送给苏小姐当聘礼？哇，太霸总了！那些脑残小说你少看，脑子里全是废料。我懂，你就是想给个惊喜。齐总你放心，我一定给你盯好了。周武说完，就一溜烟的跑了出去。齐燕无奈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开始处理工作。与此同时，齐明的办公室内，他在得知齐墨被送进去之后，再加上之前好几件事没办成，彻底爆发了。为什么这次期末的事也没有预警？回答我 ，Open my eyes, tell me why, baby。正在查询，请稍后。经过查询，发现期末事件属于突发情况，并没有在剧情中出现，故没有提醒。这不提醒，那不提醒，我要你有什么用？本系统属于剧情系统，只负责告知剧情点，其他需宿主自主完成。真是废物！检测到下个重大剧情点即将开启，请宿主做好准备，若未完成，将再次扣除宿主10点气运值。上次不都是5点吗？怎么这次就10点了？根据剧情重要程度的不同，扣除的点数也会不一样。说吧，下个剧情点是什么？在国际港口项目竞标结束后，苏家将会买下周围地块，打造一个超大型商业综合体。但由于港口扩建，用地增加，苏家买下的用地不适合建造商业综合体，因此陷入资金危机。宿主需帮助苏家度过危机，获得苏家家主的信任。知道了。随后，西明开始思索着接连几次失败的原因。从上次竞标开始，就各种事不顺。先是公司被查出偷税漏税，补交了一大笔钱，然后张生和王志远还进去了，苏锦的那个剧情点也没完成，最后期末也废了。要是齐燕和他爷爷都嘎了就好，他剩下的2个弟弟不足畏惧，到时候齐家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而另一边，齐木听说齐墨因为给齐代川下毒被送进去之后，连忙找到了齐彻。四弟，现在2哥也被送了进去，我们根本斗不过齐燕，要不我们就退出继承者试炼吧？不行，3哥，你觉得齐燕掌权后，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你可别忘了，小时候我们是怎么对她的。那你说怎么办？就凭我们2个的脑子，怎么跟他斗？就在这时，齐彻的电话响了，他拿起一看，上面显示的是一个未知号码。他和齐木对视了一眼后，接通了电话，并点了外放。喂，哪位？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们？无色水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们。所以为什么刚才是因为我有一颗图啊？你想图什么？放心，你们其实我不感兴趣，我只是跟齐燕有仇而已。齐彻和齐木听后互相对视一眼，并没有说话，而电话那边的人似乎也并不着急。说完也没再继续说了，安静了好一会儿，最终齐彻忍不住再次开口道：“那你怎么帮我们？你们想要夺权，首先要铲除的就是齐燕。你想要嘎了齐燕？要夺权了吗？连胆子都没有，除掉他，你觉得你没有一丁点胜算吗？”齐彻听后也明白这人说的没错，最后咬咬牙答应了下来。好，你说我们该怎么做？10天后的竞标会，齐燕从公司过去，我经过吃饭条件，把这边的单子都定去，去和他一起开始成果就可以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好，没问题。时间很快来到2次竞标的当天，齐燕正在办公室跟团队确认竞标方案最后的细节时，周武一脸焦急地走了进来。齐总，待会竞标我就不陪你去了。怎么了这是？刚刚医院的人打来电话，说是我妈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现在正在医院昏迷不醒呢。好，你快去看看伯母，实在不行，把人转到我舅舅的医院。好，齐总，那你今天多加小心，我先去看我妈了。周武说完就着急忙慌地离开了。随后齐燕看着办公室内的其他3人说道：“这几天也辛苦你们了，等拿到项目之后，给你们带薪放假半个月。”齐总威武，跟着齐总有肉吃。齐总放心吧，这个项目我们可是熬了好几个通宵，一定能拿下。好了，时间也不早了，准备，我们去竞标现场那边吧。是齐总。齐燕几人来到车库后，团队中的一个人走上前说道：“齐总，这周特助去不了，要不我来给你开车？”不用，知道你们跟我待在一起不自在，我自己开车就好。齐燕说完就率先开车离开了。可当他开到城南高架时，他后面的一辆大货车突然加速超过车速，连人带车一直撞上高架。怎么只有你们3个？阿燕呢？齐总还没来吗？不可能啊，他比我们先出发啊。难道是堵高架上了？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没跟他一起？没有，齐总自己单独开的车，我们走到一半，看城南高架因为车祸堵车了，所以走的另外一条道。齐建军听后看了一眼时间，说道：“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样你们先把方案交上去，我去找评委会，把咱们往后调调。希望阿燕能及时赶到。”齐建军说完，再走到前面找到了评委会会长许悦。许会长，你看能不能把我们骑士的顺序往后挪挪？这是怎么了？不瞒您说，我们公司的主讲人齐燕被堵在路上，您也知道，我们公司很重视这个项目，所以。许悦听后想起了上次招标齐燕的魄力，立马答应了将骑士放在了最后一排。可等所有公司都讲解结束之后，齐燕也没来，齐建军急得都冒汗，而他身后的齐木和齐彻见状相视一笑。然后齐彻凑到齐建军旁边，小声地说：“二叔，这不能没有主讲人啊，要不我上去吧？”这能行吗？你又不了解方案，这不是还有其他人吗？要是真丢掉了这个项目，咱们公司损失可就大了。齐建军明白齐彻这是打算抢功，但现在齐燕迟迟不现身，他也没了其他办法，只能答应。那行，你上，记得别出岔子啊。您就放心吧。齐彻说完，就一脸得意地站了起来，整理整理衣服后，正准备上台时，一道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齐彻和齐木听到声音后，一脸惊恐地望着他。齐燕，他不是。但还不等他们多说话，周武就带着几个保镖来到了他们身边，将人带了出去。而齐燕则是冲齐建军和许悦点头示意了一下后，就带着团队上台，开始本次方案的讲解。各位评委、合作伙伴，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此向各位汇报并讲解我们精心筹划的新港国际智慧枢纽港项目建设方案。我们将从辐射全球、智慧高效、绿色可持续3方面出发，打造一个新一代国际航运枢纽。40分钟后，齐燕结束了讲解，底下的人听后也是频频点头。齐总，你们的方案很优秀，那你觉得你们最有竞争力的点是什么？我认为我们最有竞争力的点，不是在于把港口建得多豪华、多壮观，而是承诺项目35%用工雇佣当地渔民转型工人，带动当地的就业情况，减轻就业压力。好，了解了，谢谢齐总的解答，请回吧，稍作休息，我们内部讨论一下。齐燕回到座位后，齐建军立马拉着他开始询问：“阿燕，这是怎么回事？还把你2个弟弟带下去？”二叔，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结束之后你跟我回老宅就知道了。好，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事儿。这时，评委会的讨论结果也出来，经过评委会讨论决定，此次竞标成功者为齐氏集团，恭喜！在拿下国际港口项目之后，齐燕便带着齐彻回到了老宅，而齐代川在听说齐燕可能遭受车祸之后，即便知道她没事，也还是早早的就在门口等着。于是，在看见齐燕下车后，急忙迎了上去，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齐燕没受伤后，才松了口气。爷爷放心吧，我没事。听到车祸的时候，爷爷都快吓死了。这时，齐代川才注意到后面被保镖压着的齐木、齐彻两人。这是怎么回事？齐木、齐彻两人见齐代川终于注意到了自己，连忙开始哭诉：“爷爷，你要为我们做主啊！本来我们看大哥迟迟不到，为了不让项目落到别人的手上，所以才准备上去的。可谁知大哥到了现场后，不分青红皂白就让人把我们2个给抓了起来。”没错，二叔可以为我们作证。老二，是他们说的这样吗？我看到的确实如齐彻所说的，但其中缘由我就不清楚了。爷爷，你听到了吧？如今你还在呢，大哥都这么胆大妄为，要是之后我们可怎么活啊？齐代川听着两人一声比一声更高的哭诉声，头都要大。够了，别嚎了，嚎得我心烦。阿燕把你们抓回来，肯定有她的原因。原来爷这么相信我，上辈子我怎么就听信了齐明的鬼话，跟爷爷闹翻了呢？爷爷，这里风大，我们先进去吧。进去后，我再跟你说为什么要绑齐木他们2个。行，那就进去再说。爷爷，其实我出车祸不是意外，而是人为，而背后之人就是我这2个好弟弟。什么？他们2个竟然要害你性命？这是不是搞错了？爷爷，我们没有，你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没错，这就是齐燕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为了铲除我们，这样就没人能跟他争继承人的位置了。哦，你有什么证据是我自导自演的？不是你自导自演的，你怎么可能毫发无损，一点伤都没有？哼，我没受伤，当然是因为那辆车上的人不是我了。齐总，我的人发现他在厕所打了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期间好像还说到了要铲除谁，然后还提到了城南高架。城南高架，周五，明天我们去招标现场，是不是就都要经过城南高架？没错，那是最快的路线。难道说他们要铲除的就是齐总你？要确保能铲除我，就必须把你从我身边调开。那明天我就跟齐总你站一起了，看他们怎么铲除你。不用，你就按照他们的来，不然难保他们会再整出什么幺蛾子，影响竞标。那谁保护齐总你啊？他们摆明了就是冲着你的命去的。齐燕思考了一番，很快就想到了应对之策。他们在高架上只能通过制造车祸来取我性命，这样你去找个跟我身形相像，并且身手好的，等明天我把车开出车库之后，他就换掉我，然后你跟在后面，确保抓住那个开车撞我的人。齐总，还是你的脑袋瓜灵光，我这就去找人。
齐总问出来了，开车撞你的那人说是齐木和齐彻这两个狗东西指使的，说事成之后就给他300万。他们两个指使的，没有齐明的事。那人没有提到齐明，总觉得哪有点不对劲。算了，招标重要，待会儿进去你就把齐木、齐彻控制起来。是齐总。怎么可能？那司机不是我们指使的，我们做的只是把周武支走而已。齐代川见齐木、齐彻两人还在狡辩，气得他一人给了一句：“混账东西！以前你们排挤阿燕也就算了，如今竟然还敢害阿燕的命，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来除了老头子我啊？”爷爷，我们没想害大哥的，都是那个人，是他告诉我们，大哥上位之后不会让我们好过，所以我们才……而且那司机也是那个人找的，跟我和阿彻无关啊，爷爷。要是你们没那个心思，别人怎么可能说得动？当初我就不该心软，同意你们两个进齐家。原来齐木和齐彻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当初他们的母亲在齐代川面前百般祈求，齐代川才同意他们回齐家，而唯一的要求就是母子3人不再相见。地上的齐彻听到齐代川的话后，彻底爆发，冲齐代川怒喊道：“我们有那个心思都是被你给逼的，要不是你处处偏心齐燕，甚至为他能够名正言顺的接受齐氏，把我们几个做法子，我们又何至于这样？”你，齐燕见齐代川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连忙将人扶到沙发上坐着，并赶紧让林国去拿药。爷爷，你先消消气，慢慢的调整呼吸。把他们两个给我赶出齐家，然后告他们蓄意谋杀。齐建军听后，连忙上前劝道：“爸，赶出家门是不是太严重了？他们俩毕竟也是被人给骗了。你再说，也给我滚出去！二叔，你不帮忙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吧。爷爷，你别跟他们置气，自己身体要紧。来，先跟着我调整呼吸。”最后吃了林博拿来的药后，齐代川的状态才稍稍好一点。而齐燕确定齐代川没事之后，走到齐彻的面前，直接一脚将人踹死在地，然后蹲在他的面前说道：“说爷爷偏心，你怎么不说自己废物呢？当初爷爷可是一样培养我们几个的，是你们嫌苦嫌累，不愿意学，一有时间就来针对我。还有你们那个妈为什么把你们两个送回齐家？你不知道吗？说好听点是让你们认祖归宗，但其实就是用1000万把你们卖给了齐家。不是的，你胡说，你胡说，明明是被你们逼的。”齐燕不再理会齐彻，站起身冲周武说道：“把他们两个带下去，连同那个司机一起交给貌似叔叔。”是齐总。二叔你也回去吧，爷爷这边我来照顾。好，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爷爷，你先好好休息。舅舅说过，你的身体还没彻底恢复，不能动气。齐代川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过了好一会儿才转头看向齐燕：“阿燕，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失败？养的3个儿子没一个好东西，连孙子都骂我偏心，要我的命。”爷爷，你没错，是他们自己不争气，怎么能怪你呢？在我心中，爷爷你就是最好、最厉害的人。还是我们的阿燕会哄爷爷。爷爷，我说的可都是真心的。好，爷爷相信你。话说，阿燕，你什么时候给爷爷带个孙媳妇回来啊？爷爷，你这话题怎么就转到这上面来了？爷爷着急抱孙子啊。阿燕，爷爷看你王叔叔家的闺女就很不错，要不你接触着试试。爷爷，您就别着急了，我会带着孙媳妇来见你的，你快些休息吧。先说好，什么时候带孙媳妇来见我的，不然我睡不着。不是，你怎么跟小孩子一样还耍赖啊？我不管，你得给个准确时间。爷爷，我都被你割了多少次了？1个月，1个月总行了吧？一言为定，再带不回来就要接受我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好，一言为定。等得知齐木、齐彻都被送进去之后，齐明彻底急了。现在齐燕的几个兄弟都被他送进去了，那他成为继承人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吗？不行，我得想想办法。这时系统也不装了，直接开始给齐明下达命令。半个月后的苏家危机的剧情点，你必须完成，不然到时候你不仅拿不到齐氏集团，你命可能都会没有了。听到系统截然不同的态度，齐明愣在了原地，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惊恐地问道：“你这是？”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也不是什么剧情系统，而是一个被主世界通缉的逃犯。原来齐明这个系统曾经因为擅自吸取主角的气运而被主世界通缉，如今他逃窜到了这个小世界，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只能再次找到主角，吸取他的气运。可当他找到齐燕想签订契约的时候，却被拒绝了。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齐明，想要通过他抢夺齐燕的气运。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是让齐燕完成了剧情，坐上了齐氏当家人的位置，那你和我之前窃取的他的气运，可都得全部还回去。还回去会怎么样？刚刚不是说了吗？没命啊！会没命？这
放心，我不是在帮你骂。拿下这个剧情点后，你就会得到苏家的助力，到时候齐家一样是你的。系统的话就像是恶魔的低语一样，一遍又一遍催眠着齐明。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眼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痕迹。没错，等我完成苏家的那个剧情点后，齐家就也会是我的，而齐燕也会被我踩在脚下。而另一边，齐燕想着齐代川这段时间接连遭受打击，就在家陪了他几天。而在这期间，他也不断在回想上辈子苏家遭遇的危机到底是什么。直到一天早上，齐燕陪着齐代川看早间新闻，听到主持人说一所大厦违建被查封，才恍然大悟，连忙走到一旁开始给周武打电话。喂，齐总，周武，之前让你盯着苏家项目的怎么样了？神了，齐总，我这刚有点消息你就打电话来了，你不会在我身边安了监控了吧？少扯皮了，快说。好吧。据线人说，苏家正准备拍下国际港口项目周围的地块，打算建造个什么超大型商业综合体。那就没错了，那块地后面会因为港口扩建，用地增加，不适合建造商业综合体，这才导致苏家陷入资金危机。啊，齐总，你在说什么呢？你别管我说什么，去帮我联系一下苏锦，我要和他见一面。算了，我自己去找他。齐燕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丝毫不管电话那头周武的死活。接着又拨打了苏锦的电话。喂，齐燕，这么早打电话是出了什么事吗？苏锦，我们的计划可能要提前了。提前？怎么回事？见面说吧。好，还是上次那家咖啡厅。好，我现在就过去。齐燕挂断电话后，打算跟齐代川说一声后就出门，可刚转身就被身后笑得一脸灿烂的齐代川吓了一跳。爷爷，你这是干嘛呢？我听到了，女娃的声音是我的孙媳妇吧？爷爷，你说什么呢？这只是我的合作伙伴。我懂，我懂。当初我跟你奶奶就是这样日久生情的。算了，不和你说了，我先出去了。没错，你快去，别让人家等久了。谈完事了，记得带人家去吃个饭啊。等齐燕赶到咖啡厅的时候，发现苏锦已经到了，连忙快步走了过去。不好意思，等久了吧？没有，我也是才到。哦，对了，也不知道你爱喝什么，我就随便点了2杯。没事，你点的我肯定喜欢。妈的，都怪爷爷一直在我耳边念叨孙媳妇儿。我的意思是，我不挑，不挑。嗨，我们先说说你夺权计划的事吧。好，你刚刚电话里说的计划提前是什么意思？苏锦，你信我吗？齐燕，你不仅帮我拿回我妈妈的遗物，之后又帮了我这么多，是我妈妈去世之后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我不信你还能信谁？好，我先跟你讲讲我们家的情况吧。随后，齐燕将最近齐家发生的事，以及齐明在自己背后做的那些事，全部都告诉了苏锦。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你那个堂弟齐明在背后搞的鬼？没错，他表面装成与世无争的样子，其实背地里一直想夺其势。如今我的3个私生子弟弟都进去了，他还一点动作都没有，太不正常了。我怀疑他在憋个大的。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现在跟你爷爷关系怎么样了？上次回家后，我特意让爷爷看到我在苏家被欺负的样子，他一气之下不仅骂了我爸他们一顿，还把我带回了老宅。现在我们的关系也变好了很多。那你能让你爷爷安排你进公司吗？最好是个有实权的职位。我试试，应该可以。等进入公司后，你尽量多积累人脉，你们苏家的危机很可能就要来了。危机？你们家正打算拿下国际港口项目周边的地块，对吧？对，我听爷爷提起过，他似乎也挺赞成的。所以我爸打算把下半年的主力资金都花在这上面，想打造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综合商业体。难道这地有问题？没错，之后港口会扩建，到时候你们建造的商业体很可能会被叫停，资金被困住，这就是你们苏家的危机。那我该怎么做呢？不让他们拿这个地吗？以你现在的话语权，他们肯定不会信你，而且这也不够让你成为苏氏掌权人的契机，所以这地还是得拿。但如何解决危机，我们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再来制定策略。好，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回家跟爷爷商量进公司的事。这时，齐燕想起出门前齐代川说的话，谈完了，记得带人家去吃个饭啊。鬼使神差下，齐燕开口道：“吃个饭再回去吧。你要是不想的话，也不用勉强，我就是。”好啊，我们去吃什么？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想想啊，火锅吃吗？吃，走吧。你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吧？是，但你看起来经常来。我妈妈是蜀都人，所以我遗传了她的口味，爱吃辣，而且火锅便宜又好吃。我大学的时候经常和室友一起来，但后来我毕业了，大家天南海北的，也就很难再聚到一起了。以后你要是想吃了，可以叫上我一起。苏锦愣愣地看着齐燕，半晌才小声地回了个好。此时，另一边苏家客厅内，齐明通过苏璇见到了苏家掌权人苏耀文。爸，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上次将我从一群流氓手中救下的齐明，要不是他，你女儿我可就……你一提那件事，我都后怕，说了让你出门带个保镖，偏不听。哎呀，爸，带保镖不方便吗？还有齐明在这呢。多谢你救了我女儿，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我苏耀文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苏伯父，救苏璇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并不要什么回报。好，我就欣赏你们这样的正直年轻人。
对了，苏伯父，听说贵公司现在正打算拿下国际港口项目周边的地。没错，怎么了？我听说这里有隐患。什么？你这是从哪听到的消息？苏伯父，消息来源我不方便说，反正您只需要知道这消息准确就行了。我们无亲无故的，你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是有什么目的？苏伯父，也许我们之前没有关联，但自从我从混混手中救下苏璇起，我便对他一见钟情，所以也不想他到时候为您伤心，所以才……一旁的苏璇听到齐明的话后，一脸的娇羞，连忙拉住苏耀文的胳膊，开始撒娇。爸，齐明也是为了我们苏家好，要不那的就算了吧。你呀，别在这捣乱了。这地是我们苏家下半年的重点项目，是说算就能算的吗？齐先生，你先是救了璇璇，如今又来告诉我们如此重要的消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这样吧，你和璇璇的事，我同意了。苏伯父，我此举主要是不想让璇璇之后伤心，而不是借此逼迫您的同意。您放心，我会让你看到我对璇璇的真心的。如今消息已经告知，我就不多打扰了，告辞。苏耀文看着利索离开的齐明，心中的警惕稍微减弱了一点，甚至多了一丝欣赏。而苏璇则是一脸的埋怨，看着苏耀文。爸，我都没同意呢，你就答应了？你难道因为一个消息就要卖女儿了？傻女儿，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在试探他吗？要是他真的高兴的答应了，说明他这人就是小人一个，不管消息是真是假，我都不会让他再见你。他如今这样不卑不亢，倒是让我高看了几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为了你的幸福，爸爸，我可是要好好把关的。爹地，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好了，等会儿我要去你爷爷那一趟，问问这件事怎么办，你去不去？去了肯定会见到苏锦，我才不去。行吧，那你自己找小姐妹玩去吧。爸，今天一个齐名的年轻人找到了我，说我们要拍下的那块地有问题。有问题？消息准确吗？不知道，但看他那样子倒是挺笃定的。这样，你先去打听一下，我也去问问我的那些老战友，看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好的吧。与此同时，苏锦恰好在门口外听到两人全程谈话，于是连忙将这消息发给了齐燕。而齐燕看到苏锦发来的消息后，陷入了沉思。这明明是还没发生的事，齐明那狗东西是怎么知道的？还知道的这么清楚？随后，齐燕又想起了上次拍卖会结束后，周武告诉自己齐明也去了。他好像就是冲着那玉佩去的，没想到他好像还破防了，一个劲的在那自言自语着什么。难道他也是重生的？不对，他要是重生的，丢了老婆这么大的事，他怎么还无动于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周武拿着一堆文件进来。齐总，这些是需要你签字的文件。好，放着吧。齐总，你这是怎么了？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周武，你说一个人要是能知道一些未来的事，这是为什么？不是重生就是有系统。重生系统？对啊，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你如果重生了，重生到什么时候，发誓利用上一世的记忆，将一切夺回来。那系统呢？系统就是我意外绑定一个什么系统，他给我发布任务，然后在系统的帮助下抢占各种资源，成为了一代大佬。齐总，你这是对小说也感兴趣了？我给你推荐几本。去，最近监视齐明的有什么情况？特别的倒没有，只是发现他挺喜欢自言自语的。他不会精神分裂了吧？有没有可能他拥有一个系统呢？齐总，那都是小说里的啊，现实里怎么可能？你不会睡糊涂了吧？我都重生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刚刚苏锦发消息来说，齐明告诉了苏耀文他们拍的地有问题，你多注意一下他们两边的情况，有问题随时告诉我。好的，齐总。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国际港口周边地块竞拍当天。经过24年的竞拍，那几块地最终被苏氏集团以50.8亿的价格拿下。齐明在知道这一消息后，气得直接将手机狠狠地砸在了墙上。苏耀文这个蠢东西，都告诉他那里有问题了，竟然还花这么多钱去拍。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挽救。挽救？我怎么挽救？自从上次竞标，齐燕逼着我把张生送了进去，再加上万海被查，我的人、我的钱都损失了一大半。可你如今就两个选择，要么奋力一搏，要么就等死，你自己选吧。齐明听后沉默了许久，才死死盯着系统问道：“你确定完成这个剧情点后，我就能得到启示？”当然，咱俩可是一体的，我不会骗你的。好，我知道了。之后，齐明悄悄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资产，而他这一举动也被周武报告给了齐燕。他这是打算用自己所有的资产来填苏氏的窟窿。齐总，那要是真被他填上了，我们怎么办？窟窿哪有这么好填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们吗？到时候好好送他一份大礼，给他来个人财两空。齐总，有个事我不明白。什么事？齐明不是给苏家提过醒了吗？他们为什么还要花这么高的价格去拍那几块地啊？苏家这2年其实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迫切想通过这个项目翻盘。虽然齐明提过醒了，但是又拿不出证据，而且他们也没打听到任何消息，所有肯定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再加上我还让苏金给他爷爷上了点眼药。齐总，你是真口啊，连耳旁风都用上了。你的年终奖没了。别啊，齐总，我说错了，你是英明神武，神机妙算。已经满了，快去继续盯着他们，不然你明年的年终奖也别想要了。别，我现在就去。一晃3个月过去，港口扩建的消息也逐渐有风声。此时，
苏氏集团的会议室内，现在怎么办？把地赶紧给出掉吗？现在其他集团肯定也接到消息了，谁会接这个盘？我这里有一个人愿意注资30亿，帮助我们集团渡过难关。苏总，你说的这个人不会是齐明吧？没错，你也知道他。我听说他几个月前就开始变卖资产，显然就是等着我们苏氏集团陷入危机，然后收入他的囊中。我还听说这人为了夺权，不惜在100亿竞标项目上做手脚。这样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连自己家族企业都不顾的人，还会好心帮我们苏氏？会议室中的人听后，立马议论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苏锦才再次开口：“要想解决集团的危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过我有一个条件。”阿庆，你有什么办法？快说！要是真的能解决集团的危机，什么我们都答应你。我的条件就是我来当这苏家的掌权人。苏锦这话一出，会议室像是被按了静音键一样。好一会儿，苏耀文才反应过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怒吼了：“混账！你爸我还没砍！我告诉你，只要我还在一天，这位置你就想也别想。”那行，你就自己想办法去吧。苏氏要是没了，就是你的罪过。你，其他董事见状，连忙开始劝他：“阿锦，你快别气你爸，你也是咱们苏家的一份子，有什么主意快说吧。”对啊，你想啊，只有苏氏好了，你才能好，是不是？我说了，只有我当掌权人，我才会说。董事们见苏锦劝不动，只好转头开始劝苏耀文。耀文呢？要不你就当是为了苏氏。对呀，集团重要。No， 不行，我不同意，这事谁来说也没用。这时，苏老爷子走了进来。那我呢？说了也没用嘛。爸，怎么连你也？如今苏氏已经深陷危机，我今天就把话放这了。谁要是能帮苏氏渡过难关，谁就是下个掌权人。耀文，你有意见吗？没有。苏家老爷子听后，直接走到首位坐下，然后看向苏锦。金丫头，说说你有什么办法？好的，爷爷，大家应该知道国际港口项目被骑士承包了。我们要是能和骑士合作，打造一个国际港口商业一体化，那我们的危机就能迎刃而解了。你这个提议很好，可骑士会答应和我们合作吗？而且国际港口项目那边能答应吗？这些我都会去解决。可是爷爷，我要是成功了，这苏氏掌权人就得是我了。苏家老爷子看着苏锦眼中的野心，不由得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过了半晌，才说道：“好，只要你让苏氏度过这次危机，你就是新的苏氏掌权人。”会议结束后，苏锦就以谈合作的名义来到了齐燕的办公室。这还是你第一次来我办公室吧？我以后是不是要叫你苏董了？还早呢，很快就是了。不过让你这么快就促成合作，你爸他们肯定会起疑的。那你为难我，我多跑骑士几趟，你不闲的呀？不累啊，我一想到马上就要成功了，就干劲满满。那我心疼你，不想你这么累。那你说怎么办？你回去跟你爷爷说，我要跟他见一面。这样就行了吗？当然了，我什么时候出过错？好吧，我相信你。很快，在苏锦的安排下，齐燕见到了苏老爷子。苏爷爷，久仰，终于见到本尊了。齐公子也是一表人才啊！听阿锦说，你要见我这个老头子一面才肯合作。是我们其实很愿意跟苏氏合作，项目那边我也能让他们答应，只不过我爷爷一直想我带个孙媳妇回去。您看着。苏老爷子一听这话，再想到过去苏锦看着手机傻笑的模样，瞬间就懂了，但还是转头看向苏锦问道：“锦丫头，你愿意吗？要是不愿意，我们就走。苏家还没到卖孙女换合作的地步。”爷爷，我愿意的。齐燕见状，也连忙出声道：“苏爷爷，你别误会，我对阿锦是真心的，只是他要想名正言顺坐上掌权人的位置，我只能提出一个比较过分的条件。您是苏家唯一一个对阿锦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跟你说实话，希望得到您的认可。”苏家老爷子听完这话后，也明白了苏锦想争夺掌权，肯定有齐燕的手笔，但一想到苏璇和苏耀文那德行，最后便默认了齐燕和苏锦的姓。没几天，就传出了齐氏、苏氏即将联姻，并联手打造国际港口商业一体化项目的消息。齐明知道后，将家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然后一脸失魂落魄，看着电视上关于齐燕和苏锦接受采访的新闻。完了，彻底完了。而系统见最后一个剧情点又失败，也是一阵气急败坏。真是个废物，如今只能用最后一个办法了。齐明，你甘心吗？他们幸福美满，而你则很快就要变成阴沟里的老鼠，你甘心吗？那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如今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翻盘的机会。什么机会？那就是嘎了齐燕，嘎了他，齐家一样是你的，连那女人也是你的。好，嘎了他，嘎了他。第二天，齐明早早的就到苏氏集团的车库里躲着，等苏锦一下车，就将人绑到郊外，并给齐燕打了个电话过去。齐燕，你女人在我手上，要想她活命，就一个人到南边郊外来。不到20分钟，齐燕就赶了过来，见齐明正在用刀子苏锦，立马怒吼：“齐明，我来了，您把阿金给放了。”好，你用旁边那根绳子把自己绑了，我就放了他。
阿燕，你别管我，他的目标是你，你快走。你给我闭嘴！齐明，我保你别伤害阿锦。快点！齐燕立马将自己绑了起来，而齐明见状，一脸得意的说道：“想不到吧，齐燕，当初对我呼来喝去，如今却落在了我的手里，你们不是幸福美满吗？那就一起下去做对亡命鸳鸯吧。”齐燕看着有些疯疯癫癫的齐明，眉头一皱，连忙安抚道：“阿明，你冷静点，你忘记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了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呢。你还说以后要帮助我，让骑士做大做强呢，这些你都忘了吗？”是啊，当初我是真的一心想帮助你，可你呢，只把我当做一个下人而已，对我呼自己来挥之则去的。阿明，你怎么会这么想？你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好弟弟啊！不，你说的不对，他明明说了，你就是利用我。齐燕听到齐明的话后，眼神一凛，连忙追问道：“他是谁？”他是。一旁的系统见状，连忙催促道：“他就是在拖延时间，快嘎了他，以后你就是齐家的当家人了。”对，只要嘎了他，我就是当家人。齐燕见状，连忙继续安抚道：“阿明，你仔细想想，我有什么好利用你的？我有爷撑腰，继承人是板上钉钉的，他就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自相残杀。对啊，我有什么好利用的呢？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系统见状，直接冲过去掌控了齐明的身体，真是废物！接着一把刺进后，便拿着刀走到齐燕的面前，而齐燕看着说话语气、神态跟刚刚完全不同的齐明，明白壳子里已经换了一个东西，于是问道：“所以你是系统？不愧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这都能猜到。所以指使齐墨给爷爷下毒，把搞我的事嫁祸给齐木、齐彻，这都是你控制齐明的身体做的。”没错，要不是齐明太废物，我怎么会浪费能量去掌控他的身体？可谁想到你命竟然这么硬，逃过了一劫又一劫。好了，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就安心上路吧。系统说完，抬刀就要朝齐燕刺去，却被他们撞到在地。这时，周武也带人赶到，立马冲过来将人控制了起来，而齐燕则是连忙跑去查看苏锦的情况。还好，只是被打晕了而已。齐总怎么样？我来得及时吧？不错，回去给你加工资。好了，收拾收拾，我们回去吧。与此同时，系统这些年积攒的能量已经全部耗尽，哀嚎一声后便立即消散。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后，齐燕正式接手了齐氏集团，并与苏氏掌权人苏锦完婚。